大家好，夏天要多吃茄子，今天就用茄子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，很多朋友都没见过，更没吃过，出锅太香了，连挑食的孩子都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洗干净的紫皮茄子，先去掉根蒂，然后给它切成薄片。茄子皮尽量不要去掉，因为茄子皮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。再改刀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，尽量切的碎小一点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盆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少许的白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加入白醋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。放在这里腌上一会儿，杀出里边的水分。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点，这样葱香味浓郁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。最后切成胡萝卜丁，搭配一下颜色，好看又营养。切好之后放入另一个盘中备用。这时我们的茄子丁也腌好了，用手挤出里边多余的水分，也不要挤得太干了，保留一点水分，口感会更好。挤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把胡萝卜丁加进来，再加入切好的葱花，加入1勺食盐调味，1勺花椒粉，再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最后加入3颗酵母粉，这样做出的成品更加的酸软好吃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酵母粉化开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勺玉米面增加营养，再次搅拌均匀。然后再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，每加1勺面粉都要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拌成像这样的颗粒状，再下手给它揉成团。最后揉成像这样一个平软的菜团，不用发面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整理成一个圆形，再用手给它按扁，上面撒上点干面粉，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。最后擀成厚度大约3毫米就可以。擀好之后，在上面淋上适量的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然后从一边给它卷起来，一定要卷紧实一点。把收口处压在下面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取一个剂子看一下，这层次就出来了。然后放在案板上给它整理一下，按压成一个小饼的形状。像这样一个茄子小饼生胚就做好了，依次全部做好。全部整理好之后，均匀的摆放在蒸锅里，中间留点空隙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
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放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先不要开火，给它醒上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的生胚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，并且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是醒好了。再给它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不要着急打开盖子，再焖上2分钟。好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一股茄子和鸡蛋的香味扑鼻而来，还有玉米面的香甜味儿。稍微的放凉，给它取出来，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一盘营养又好吃的蒸茄子小饼就制作完成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放了酵母粉，蓬松又渲染。掰开看看，里面层次丰富，闻起来特别的香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尝一下，有茄子的清香味，还有玉米面的香甜味，咬上一口满嘴香，真的是营养又好吃。如果想吃酥脆一点的，我们可以放在电饼铛里烙一烙，那样吃起来酥脆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吃。夏天茄子别总是炒着吃了，所以这样做天天吃都不腻，太解馋了，比白馒头好吃多了。蒸出来的茄子饼虽然好吃易消化，吃多了也不怕上火，老人孩子吃都适合，连我家爱挑食的孩子3天2头点名要吃。关键是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专业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假期里孩子们想吃面包就别出去买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家庭版面包的做法，全程无技巧无难度，出锅颜值高味道好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在碗中打入1个鸡蛋，再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加入20克的白糖，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多加一点，再加入1勺蜂蜜，香甜又营养。然后往里面加入120克的温牛奶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食材都融合在一起。搅拌至酵母粉和白糖融化，然后再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成大面絮状，再加入10毫升的玉米油，家里有调件的也可以加入黄油或者是猪油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。给它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然后给它反复揉搓，多给它揉一会儿，把面团揉匀揉光滑。这个面团大约揉7到8分钟左右。看一下，揉至这个面团表面非常的光滑，特别柔软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搓成长条状，再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，一个面剂子大约7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，把每一个面剂子都给它揉一揉，再团成圆球状，因为这个面和的比较软，非常的好揉，特别简单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面剂子放在案板上直接压扁，然后取出擀面杖给它擀开，给它擀成像包子皮一样的面片。像这样就行了。这是我提前做好的红豆馅，取一个擀好的面皮，放上做好的豆沙馅，用虎口收拢或者是用包包子的方法收口都可以，只要把接口收紧就可以。再给它团一团，这样里边的馅料会更加均匀，像这样就行了。接下来把做好的面剂子放在清水中，蘸一下清水，然后放入面包糠中，
用手按压，让它表面都裹上一层面包糠，不需要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把裹好面包糠的生杯放在案板上，直接压扁，再用擀面杖擀一擀，这样面包糠真的更加牢固。最后擀成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小圆饼，像这样一个面包生胚就做好了。生杯全部做好之后，最后呢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盖上保鲜膜，醒上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的生胚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，并且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是醒好了。接下来大锅中多倒一些食用油，油温达到5成热，用筷子试一下，筷子旁边有一点点气泡产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放入我们醒发好的生胚，生胚放入锅中以后，记住千万不要着急翻动，用中小火慢炸，底部大约炸至1分钟左右，然后给它翻个面，再炸另一面。这里切记全程火候非常的重要，始终保持中小火慢炸。再给它翻个面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看到生胚的另一面也变成这样的金黄色，像这样2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控油捞出来，放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豆沙面包就制作完成了。这个面包刚出锅，表皮是微微酥脆的，听一下这声音，稍微的放凉就变得特别的柔软。掰开里边看一下，特别的柔软又香甜。虽然是油炸的，表皮是薄薄的一层，但是里边一点都不吸油，咬上一口，好吃不油腻。里面有鸡蛋，有牛奶，还有蜂蜜，还加入了红豆，营养丰富。自己在家做的，干净卫生无添加，好吃又实惠。这样的面包在外边卖3块钱一个，在家3块钱做一大盘，真的是美味营养又省钱。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